迎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驻纽大使纪秉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是端午佳节，那也先祝观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那今天粽子不要吃太多，但也要感受一下端午节的气氛。但问题是啊，在国际上面也有些严正的讯息要告诉大家。之前我们看到了日菲在我们台湾东部的经济海域来划界，好，这件事情啊，似乎真的改变了一些状况。好，第一岛链现在很不平静哦，说科研船哦是到了台湾以东的环境来调查，就是新华社说，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支撑服务海洋生态的保护，16到18号。大陆自然资源部的东海局向阳红22号船就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了海洋环境调查。好，当然我方的海巡署有相关的反应措施哦，他们详细的驱离了大陆的科研船。好，他们是海巡蓝屿舰，在监控过程当中持续的向中方的向阳红22实行广播。好，他们有讲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呼叫中国向阳红22。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蓝屿舰广播。中国在台湾东部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已违反国际法规定，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你方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好，光海巡署人员广播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赖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日菲来做谴责。中国大陆这时候就介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早是海警巡逻，然后接下来中国大陆的公务船来进行执法，那现在就是科研船调查了。好，之前来宾有在我们的节目上面都讲过，已经预言到这件事情了，结果现在真的发生。好，中国大陆做什么呢？他们当然是逐步的将台湾东部的海域内海化。好，那当然现在啊，这个科研船已经是以航速15节的速度持续向北航离了。好，但才在台海被喊哦，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就是他们的同济号海洋调查船也到了黄岩岛。好，那黄岩岛这边因为同济船5月7号在鹅銮鼻东南方非法投放了科学仪器，遭海巡成功舰广播驱离之后，15号又在花莲港故技重施，然后遭台湾海巡蓝屿舰强势驱离之后，就转往了黄岩岛水域来持续作业。那当然，现在有人觉得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假调查，但是真的在进行扩张。那还要看到就是高市早苗，因为他在 G7 的峰会上面引发大家的关注很多的互动上面，有人认为他蛮尴尬的啦因为他有跟川普短暂交谈但是呢，朝日电视台报道说，被问到跟川普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的时候，高市早苗只有称包含对中国在内的印太情势有进行交换。好，那当然有一方认为说，你现在不讲台湾不挺台吗？那回应高市早苗最新涉华的表态，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也有相关的回应，我们来听听看。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不得人心，注定失败，这会不会真的也显见在高市内阁当中呢？因为现在啊，有一位日本的参议员古贺千景虽然他不算是阁员，但是他讲了一句话，真的让26万人都很不满，尤其是自卫队的人。我们来听一下怎么讲。私も教えた子がいっぱい自衛隊にいるんです。いっぱい苦しんでいますよ。でもですね、分かってほしいのは、自衛隊に行く子どもたちって経済的に厳しい子どもたちが行くんですよ。豊かな子どもたちは自衛隊とかなりませんよ。
好，自卫队算是保家卫国的吧？哈，他竟然用有钱没有钱来区分，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哈。那很多人是为了保家卫国去的啊，所以也不会分什么有钱没有钱吧？那高市早苗现在内阁的支持率啊，则是降到54%啊。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最新民调显示，它比5月下滑了5.1个百分点。那可能受到的是媒体先前披露高市阵营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疑似重伤其他候选人的抹黑门事件的影响。好，那当然看到有些人可能要出来挑战他了齁。好，那美军也有秀肌肉啊，他们前言部署华盛顿号春季巡航，说16号开进了关岛。那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华盛顿号是目前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唯一部署的航空母舰。那在前往关岛途中，打击群已经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了联合演训，那包含是反空战、反舰战、反水面战以及联结演练。那也进行了跨甲板作业跟海上的补给。那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其实他们也在南海开火，哇，原来是他们在南海争议的水域进行实弹演习，那就是要保卫在波特兰号军舰上执行任务的2栖特遣部队。好，但要反观美军秀肌肉，中国大陆也在展现他们的实力他们的央视官宣说解放军新型的光杆弹实弹射击，说射程翻倍达到160公里。好，说取消弹叶的好处就是大幅的降低了导弹在超音速飞行的空气阻力，让红旗16F 的有效射程可以增至100公里以上，最大的射高达到27公里，飞行速度可达5马赫。那中国的沙漠经舰美军航舰，那原来是台湾国防研究这个倡议共同创办人温约瑟有说透过最新的卫星图资跟地图的解析，说共军正马不停蹄的在新疆打造飞弹测试场。不仅修筑了一条长达37.5公里的神秘滑垒，更首度的出现依照美军福特级航舰、伯克级神盾驱逐舰比例的复刻靶舰。好，那当然呢，做一个拟真的一个训场在做相关的演练。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第一岛链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呢，对于我们台湾东部海域看起来是有它的步骤的。好，我们要先问亮哥怎么看？我这个科考船进来，一定会调查海底的水文环境嘛。那之后就是潜艇要进来了，因为美国在第一岛链最大的优势就是核潜艇，那主要活动领域就是东部海域跟巴士海峡，跟这次完全重叠。所以中国大陆调查完水文环境，它的潜艇就进场了嘛。那以后美国潜艇大概活动了等等中国大陆当然就开始收集资料，就会逐渐了解美国潜艇的动向、参数、位置很多啦因为美国潜艇确实在南海、巴士海峡。因为这个才是所谓深水海域嘛，那个台湾海峡西岸根本没有办法用潜艇所以这个事实上大家本来就认为说海警船进来就是灰色作战的开始，那终极目标是什么？要掌握美国核潜艇的动向就这样那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台海的战争，那这个当然非常关键对不对？所以你说，如果说我们的国安单位没有预期到这一连串的动作，那显然是失职嘛，这个连我们不是军界出身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对，其实，在节目上已经预言过了，我讲过很多次了，也不是只有我在讲啦，吴子嘉也在讲等等那高市早苗这次去 G7 是很尴尬的因为根本没有人要讨论亚洲的事情。大家都在讨论伊朗那因为美国有搞一个重建基金嘛，要盟友一起出钱所以美国一定会来跟大家讲，波湾的油要卖给你你们都是波湾石油的受益者，你们要出钱不是我出钱然后还有乌克兰嘛，
我不认为 G7 会讨论这个日本关心的亚洲问题了。而且最近美国战争部才公布，印太司令部改名为太平洋司令部，改回去了。高市长吧，你先回去改名吧，以后印度不会来了啦，整天都在那边做梦啊！所以我是觉得他这是真的落单很严重啊，就那个这跟男女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梅洛尼就到处飞来飞去啊，跟每个人在聊天。高市长常常是坐在椅子上发呆耶，就是休息的时候啊。所以我是觉得他对这些议题是非常不熟悉了，然后亚洲议题也不是 G7 的重点嘛，所以你当然会感受到你相当孤单啦，就这样。对，所以很多的互动，我们前一天都有给大家来看哦，这真的是非常尴尬。湘军怎么看？首先要讲这个科研船，因为刚刚亮哥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美军在目前跟中国来比的话，只有核能潜舰是超越中国大陆的，而且对台湾这个火药桶，它最能藏匿的地点就在东海这个海域。所以核研船在那里做什么？将来解放军的潜艇要想跟美军作战的话，你对这个海域水温，因为海水深度每多少公尺水温就不一样，盐分啊，这个水流、流速，还有海底有些峡谷很狭窄的那个水道，你要不能撞上它，那水流很快，这都是作战的最基本的参数。而且中共刚好配合它有20条核能攻击潜舰下水，这个就是针对美国的攻击潜舰跟美国的这个潜舰对中国大陆发射飞弹的威胁，所以这个等于是已经把唯一比美国弱一点的，照理讲现在空军的科技已经6代机5代机碾压美国的飞机了，导弹超音速也碾压，现在只剩下水下的这个潜舰作战，因为航母已经不在中国的眼里了，它早就有反舰飞弹，从1000公里到几百公里都有，所以这个水域呢，就是说在最后一块短板，它要补齐，为了它20条的核能攻击潜舰将来这个水域里面的作战。另外呢，它有这个陆战队在黄岩岛那边演习，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不是有很多小的填海造岛的军事基地，那唯一就是说在这边发生战争的话，它这个2栖登陆舰跟陆战队就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项庄舞剑，你有那么3个大的这个海上基地，我也有可以夺岛的能力，这就是双方斗而不破里面的斗，他就是说，好像我们摆阵势一样，对啊，你摆一只长蛇阵，我也摆八卦阵，就是搞这个名堂。另外，高斯那天我看画面上实在是很尴尬，一个人坐在桌子上，玩手机也不是，左顾右盼，没人跟你搭讪，连个 say hello how are you 这都没有。换句话说，欧盟自顾不暇，这边有关俄乌战争怎么休兵，中东战场美国的态度怎样，美国要不要撤兵，你欧盟的经济怎么办，又受到中国经济的所谓碾压式的这个进军，要怎么样自保，这才是人家的重点。谁跟你打这个交道？一个东方国家要加入西方的欧盟，远在天边，跟你搭不上关系，要帮你忙也帮不上，我们根本没有兴趣。所以你看，很早以前日本说要加入北约、加入这个欧盟，都是空谈嘛，讲讲而已啦。讲讲。谢大使怎么看？我知道我们台湾东部的这个地形啊很有趣的，我们东部的海岸线一出去，往这个太平洋方向行驶10公里左右那个海床的海底的深度就立刻降到1000公尺的深度，10公里。那到了30公里呢，
那就会碰到那个海底的这个海床的深度会到3000到5000公尺之间，所以就是说30公里，事实上的话，这是离这个海岸线非常近的。所以你看花莲的水域你看一往太平洋一走，很快下面就是非常深的海床，那这里就是非常适合潜艇活动。因为潜水艇现在很多潜水艇可以潜个200-300公尺啊。对，你如果说不能够找到这种深水的话，你很容易被反潜的这种部队或者反潜的措施立刻侦测出你的动向。所以这边事实上的话，现在中国大陆潜艇应该是不会过来，可是呢，应该有很多怎么样？可能其他国家的潜艇在这个附近，或者中国大陆潜艇过来，我们侦查不到。那所以这个地方水底的这个水文还有海底地形的探测甚至说在这个地方做反潜的侦测对中国大陆来讲都非常重要，都非常重要。那所以这一次真的是说，那么我们这个赖清德政府给了大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直接把这种各种的这种不管是海警船、公务船，现在呢，科研船都进来。那科研船很清楚的就是收集水文，然后甚至水面下甚至海床上的各种重要的数据。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中国大陆，而且还特别对外公开，就是说这是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所以大陆已经讲到4个字啦，这个4个字我们都印象很深刻。他说这个叫近海治理，他已经在搞，基本上就在治理这一块水域了。那所以这个是个我觉得是两岸关系那么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是这个我们东部水域的这个情势的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是中国大陆对中国大陆整个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变化了。那高市早苗事实上的话，我觉得他的外交形态事实上怎么讲呢？这个英文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字叫 desperate 就是说他好像就是说已经怎么讲，为了目的已经可以不择手段了，那就变成就是看到都是怎么样用尽最原始的方法在吸引别人。可是高市早苗有个问题，他这是老烟枪，而且日本最近的报纸说他最近吸烟量又增加，不晓得他压力大有没有这个吸烟的问题人家靠近他的话，如果这么大的烟味会不会让人家这个味对他保持距离对，所以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国际政治还是有蛮多的讯号跟讯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原本说是19号嘛，在瑞士这边要来签订是由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过去结果果然又如伊伦所料，又翻锅啦现在看起来这个谈判喊卡了这是瑞士证实的说范斯取消了行程传出就是跟黎巴嫩停火生变有关啦。果然跟我们前几天来宾说的也是一模模一样样。好，伊朗的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19号报道说，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原定在布尔根斯托克举行的会谈将不会如期在当天进行。好，美国白宫这边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副总统范斯已经延后原定前往瑞士的行程。白宫说变更计划的原因就是因为后勤安排，但是有迹象显示这背后可能就跟黎巴嫩停火的局势不稳有关。好，那当然现在美国这个国内的讨论声音也非常多，因为之前还没有这个停战这个谈判喊卡的时候，其实国内大家觉得
你签这个伊朗的这个停战协议啊，是不是非常大的外交败笔呢？这是共和党的参议员比尔，他说啊，这一项的协议并未阻止伊朗的核武野心，而是数十年最惨的外交败笔。好，另外一位是参议员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Roger， 他说啊，此举等于是将美军的军事成果拱手让人。好，那当然我可以预想到啊，现在这个讯息传出之后，国内的声音又一定更大了。好，那我们看到川普啊，当时还愤怒的发文说啊，你们觉得我对伊朗不够强硬的人，不是蠢就是坏。好，那他当然就是在批评国内的一些反动他不认同他的政治人物。那我们看到啊，其实川普在法国的凡尔赛宫有签这个美伊协议 ，CNN 其实就有讨论到说，上一个在该地签约的美国总统啊也是大失败，因为历史学家认为啊，这项条约导致这位前总统就是威尔逊的政治垮台，那也为希特勒崛起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好，那我们也看到了最一开始的这个在瑞士证实美伊谈判停火，说跟黎巴嫩停火生变有关。那大家有没有想到跟黎巴嫩有关，会不会又是逼比在作怪？原来就是因为以色列现在也不撤军嘛，反扩大作战区还公布了新版行动的地图，深入黎南10公里。好，这是以色列军方在18号公布的最新地图，就显示以军的扩大在黎巴嫩南部作战的范围。以国的军方就说啊，现阶段是不会撤出这一片的区域。所以有人认为，目前美伊最大的变数就是在逼比纳坦雅胡。好，纳坦雅胡怎么说？他说没有见到协议，伊朗的核威胁迫在眉睫。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个川普的意见一致，但也有时候我们的意志不太相同。好，所以就有人在讨论说亲近川普的下场是什么呢？以色列的舆论痛批美伊的协议是灾难。好，这个是以方的专家跟官员指出，振奋谅解备忘录几乎没有达成以色列的任何战争目标，甚至可能让以色列在各项的核心议题上处境变得更糟。但我们还是要看到范斯对以色列有一些不满意他说川普是此时此刻全世界唯一对以色列保持同情态度的国家元首。那如果我是以色列内阁成员，我大概不会去攻击我在这世上仅存唯一强大的盟友。好，当然呢，美国现在想嘛，你以色列武器都靠我们买单。现在你还敢骂我们那当然有一些美以之间的裂痕存在，但是中国这边看起来就是稳坐一个中东的局面，主要呢就是因为美伊签了初步协议嘛，原本态势是这样，那中国大陆是表达欢迎，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此表示欢迎那希望包含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来切实兑现承诺那看起来目前是有一点点变数啦那伊朗的议长他说的话呢，卡利巴夫他就说，我们应该为人民提供舒适富裕的生活，那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对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那中国必须相信，而且也必须要相信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客户或是贸易伙伴，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伙伴似乎看起来中国大陆跟伊朗的关系变得比较近了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到的是美伊协议因为这是要签谅解备忘录的好，那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因为今天日股跟韩股还是有在运作这个韩股马上就收黑虽然刚刚亮哥说有稍微再拉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财经金融的市场非常的明显，就可以看到整个局势的变动。好，我们一样先问亮哥怎么看？因为美伊协议第一条就是全面立即停火嘛，那这一条有一句话包括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要全部停止那维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以色列要不要撤军？以色列就不要撤军嘛，就不想撤嘛。那第一条怎么推？所以伊朗怎么可能签全面立即停火？以色列没有撤军。那我跟你讲，以色列其实因为以色列10月要选举了，所以在野党也趁这个机会在批评纳坦雅胡嘛。那纳坦雅胡的一些都是老的右派啦，他们都觉得签的非常糟糕
对伊朗没有任何一个点落实啊，核武没有承诺，浓缩铀没有送到境外，然后飞弹计划没有限制，然后那个阿拉伯半岛的实验民兵也都没有处理啊，等于目标是0啊，所以那台雅虎怎么帮你辩护？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全部都卡住了啦。我本来就认为矛盾一定是核武跟以色列嘛，你看现在就这样。因为第一条就是双方要承诺全面立即停火，全面哦。伊朗怎么承诺？因为他认为那个黎巴嫩战争也是附带的议题之一啊。那以色列没有撤军啊，他怎么宣布停火？现在我还不讲别的了啊，别的都比较小，这一条是最大条，就是第一条嘛，就是全面立即停火嘛。全面立即停火，当然油价才会跌啊，不是吗？那所有的其他的经济项目的解除制裁啊等等，才能够往前走嘛。你连第一条都卡住了，你怎么弄啊？所以我跟你讲，这是根本性的啦。这个根本性就是那未来还有很多细节啦，比如说伊朗，他不承诺放弃赫姆兹海峡的管理权，就里面小动作一大堆啦。我跟你讲，现在我觉得川普是得分就说是他自己弄的，那还没有搞定的就说范斯还在谈，就这样。他已经有讲过这话了。是啊，他说搞黄的就是范斯弄的。那当然范斯要负全责啊，没有办法啊，因为当初他也不提供意见啊，那川普就丢给你去谈啊。我跟你讲，非常多的细节都没有谈啊。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资金冻结240亿，美国说先给你一半，那要看你那个赫姆兹海峡的全面开放状态，我再决定要不要给你另外那一半。你认为美国会给他另外一半吗？因为赫姆兹海峡的条例，他只写一句话不得收通行费。那伊朗如果收别的费用呢？你它不叫通行费嘛？他用词就是伊朗不得收取通行费，可是伊朗不承诺放弃对海峡的管理。那请问他要不要收服务费？我跟你讲，这里面文章一大堆啦，问题很多啦，远没有结束啦。所以呢，就如同我们之前讨论的嘛，就是讲讲而已哦，这只是一个大框架里头很多猫腻啦。将军怎么看？首先，川普已经做好一半了嘛，他脱身了嘛，交给范斯你去收拾善后嘛，收拾不好是你的错误嘛。他为什么对范斯要做这个事儿？因为范斯已经在共和党里面隐隐约约是他将来的接班人，所以范斯要跟他稍微切割一下。对，所以川普很不爽。他宁愿现在加码在那个范斯身上，不是加码在那个国务卿身上。那范斯进去，你去，功劳是我的，谈败了是你的，你没谈好，我大原则都定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最大的阻碍就是以色列，拼了老命就是要干下去，他非要把美国拖下去。所以川普说没有关系以后再看嘛，我只要现在抽身回来搞美国的家务事比较实在。所以这个东西用军事根本打不出新花样嘛。我讲老狗玩不出新把戏，除了炸还是炸，对不对？没有用。所以这个问题我讲谈判和谈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就滴滴答答的。但是荷姆斯海峡可能会开一部分，大概也不会全开。为什么？那个水道不能容许那么多条船一直通过嘛，有水雷啊，所以伊朗也可以讲这个领航费排雷费我提供资料费我布水雷的部署图都可以拿来赚钱的。所以这个问题最正有影响的可是我们亚洲国家需要油的国家，你晚一天开放，我们这边就吃不消，那我们输美的东西也就贵，美国的通膨还是会涨，所以这个东西没那么快，尤其是以色列，他要保命，他要保住自己不受法律制裁，
跟他的总理的位置，他一定要打下去。所以这个在黎巴嫩南部，他就搞屯垦区嘛，屯垦区一个癌细胞一样，那一个地区站稳了，民兵武装跟这个做农业的，就像我们讲古代屯田一样嘛，你在那边成家了嘛，就永久占领这块地。所以伊朗也得支持，一定会支持真主党，他不会让你这么得逞。很多阿拉伯世界国家说你以色列这种太野蛮了，手段太残忍，根本已经不是军队跟军队作战了，对老百姓开战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还有得看呢。对，所以接下来还是有一些讯息可以我们来关注哦。光核武那个原子那个浓缩铀就要谈很久。对，那想必这个短时间之内可能还看不到一个曙光哦。介大使怎么看？我对于这次这个合约就是说这个议定书这个MOU 这个签订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那川普已经定调了，因为他在他的那个Truth Social又发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写他说在股市创新高、油价巨降的时刻，那一些认为我对伊朗不够强硬的傻瓜们，他们不是嫉妒坏人，就是愚蠢。两党都吗？两党的话，因为CNN 在那个 MOU 这个签订以后呢，访问了很多共和党的参众议员，是每个都说这个签的不太好，对美国很不利自家人都没办法认同，都没有办法认同，所以川普就出来定调，那是 Fox News 马上就跟进。对我们的不评价，这个事实上它的效果很多要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所以他很厉害，他就要赶快定调。你们认为不够强硬的就是什么？嫉妒我，就是蠢就是愚蠢。那所以川普事实上的话，我觉得他用他的位置他有很强的一个定义权，所以呢，他也稳住这些 MAGA 还有这些共和党里面对他这个谈判结果不满的人，而且他也强调，这都是临时性的，对，只管60天我们第2阶段的谈判还有机会。那现在连第1阶段都没办法了。然后他也说，这个是100%的这个假新闻，什么？就说要给伊朗，是美国要出钱来给伊朗那个3000亿美金的重建费。对，不过这里面有一个蹊跷，就变成那个一看就晓得一个日本记者在那边问问题的时候，川普立刻说你是哪一国来的？然后川普就是那个记者说我是日本来的川普就说刚刚跟你们的那个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通这个会谈，我告诉你他是我最大的粉丝。然后这句话什么事情？什么意思？日本要出钱。对，意思就是说高市早苗表现良好，老大哥在外面喝花酒，他又怎么样？他又来赶到酒家来付钱了。对，我看日本高市早苗应该日本国会说你到底承诺多少钱？对，是500亿呢，还是1000亿？这个3000亿不是个小数目不过也包括欧洲了，也欧洲波湾有用到的嘛，大家都要出钱嘛。对。不过日本已经被拿出来表扬了，听说已经募到1500亿了。哇，这么多哇！美国不会出钱对，所以现在这个整个中东局势可能持续还会更混乱下去。好，那当然还是要关心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可以掌握更多的国际动态。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拖久点。
好，我觉得美国现在啊，国运上面真的有一点点状况哦，包含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美亚，这也是谈不拢哦，包含他们在国内上面也出现了一些枪响哦。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枪支很泛滥啊，但是还是出现了纽约时报广场有爆发枪响哦，那观光客尖叫逃窜的画面，是在当地时间18号的下午发生了惊悚的枪击案，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多观光客跟路人尖叫四起哦，四处逃窜，帮忙找掩护，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好，原因就是因为啊有枪击案的声音。好，那当然，华盛顿邮报说，事发当时至少有2名穿着黑衣的男子走进了拥挤的十字路口，哦，直接就拔出了疑似手枪的武器，朝人群来开枪。那后来呢，有一名17岁的青少年就被逮捕了。好，那这是当地时间周4发生了大规模的斗殴事件。好，指出有26岁的男子哦，在西45街跟第8大道交汇处被人砍伤，那后续被送往医院治疗，那情况稳定。那报道指出，混乱当下，一名17岁的青少年涉嫌趁乱开枪。那警方表示已经追捕到一名嫌犯，那有1名伤者是被送往医院来急救，详细的伤亡还有待厘清。好，但是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觉得啊，目前在美国的国内啊，情绪还蛮反动的哈，而且呢状况不断。那中国大陆这边啊，除了呢他们在国际上面的地位在努力持续的崛起当中，他们现在在 AI 科技上面也是哦，非常的算是。更是有让大家看到他在国际上面的一些头角，包含彭博社讲说啊，尽管中美2国在 AI 的领域竞争上面哦非常的激烈，但是微软已经通过了中国大陆企业销售人工智慧 AI 模型哦，建立了一项庞大的业务。那知情人士说，像是字节跳动这几年哦，通常都是微软最大的 AI 客户，那主要使用的就是 OpenAI 的模型。那部分的知情人士说，这家总部北京的公司哦，每年在微软 AI 跟云端服务上面的支出合计是超过了10亿美元。那这个蚂蚁集团跟美团还有腾讯等中国企业的这些科技企业，也是透过微软的云端平台来大量采购 AI 的服务模型。那微软认为维持中国市场据点有助于掌握当地的技术创新动向，那服务跨国企业的客户。那时任微软的商务长他怎么讲呢？他说，全世界其实呢最顶尖的 AI 解决方法正诞生于美国西岸跟中国的东岸。那唯一能将这2个地方连接起来的公司就是微软，他认为真的非常了不起。那亚马逊的 AI 业务主管他现在认为公司已经开始跟部分的企业展开相关的讨论但是没有透露潜在客户名单，也就是他要挑战辉达的霸主地位是希望能够对外来销售 AI 晶片。那潜在的客户大家就想说，到底会不会是中国呢？那缅甸的总统最近到了中国大陆去，好，那他是在6月15号到6月19号。那他现在也感叹说啊，中国太发达了。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如果你们有相关的书或者相关的介绍的话，知道给我们小，我们的3月年轻啊，然后把因为你们这个发展区就滴滴卫星，所以我就看到了你们那个这边的发展。他对于中国的这个状况是非常的赞赏。那他也首次访问中国，首站是选择上海，抵达他是直接前往了高铁站来购买车票，亲自体验了中国高铁的速度。那当然是一次这个重要的行程安排，有很多的讯号。那最近这个近几年缅甸受到西方制裁很严重，大资外量撤移，基础建设停滞不前。敏安来深知能帮缅甸解决问题的就是真正的朋友，所以他选择搭高铁来体验中国的速度。那这趟旅程不仅是对速度的体验，也是寻找解放的过程。好，那我们看到缅甸的位置确实是有一些战略，它连接了印度洋跟太平洋的关键枢纽。那到底是不是算是平衡中意，还是寻求中国背书呢？因为有人认为敏洋来这次访问中国目的不是要获得政治的认同，而是在有过去几年已经迅速推进的经济合作基础上面，快速的在推进中缅合作。那以民选总统的身份跟中国签订代表国家意志的重
重大经济战略合作文件。好，那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就是《纽约时报》爆发了枪响。好，那当然这让观光客都非常的惊恐。《纽约时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这个真的难以想象啊！这个《纽约时报》广场，那个平常就很多人啊。对啊，对啊，而且竟然有人在那边直接开枪，还拿刀，哇，这个难以想象啊！因为纽约我去过蛮多次的啊。这个晶片，我觉得这可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字节跳动，还有那个阿里巴巴，他用微软的大模型嘛，那个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发展。那而且现在连那个芯片你都要用华为的芯片，你也用不到 H100。我觉得当初他找 Meta 是可以想象啦，因为他可能要透过 Meta 帮他引荐美国的其他公司，或者是协助购买其他的东西啦。可是未来是这样吗？后来字节跳动也有自己的大模型啊，豆包啊，豆包就是字节跳动的啊。阿里巴巴有那个啊，那个我们叫什么？那个英文是 QWEN 嘛，那个甚至海外都有人在用，所以我说他们还会用 Meta 的大模型，这我难以想象啊。而且 Meta 是美国的几家大的那个做模型公司里面做的最差的，美国做的最有名的第一家事实上还是 Google Cloud 了，而第二名是 Anthropic，Meta 是排第4，很后面啊。那第3就是 OpenAI 嘛 ，OpenAI 也不是 Meta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作可能是暂时的。我觉得中国大陆像字节跳动跟阿里巴巴这么有钱中国大陆政府一定会盯着啦，说你为什么都不来捧自己的国家的大模型？中国大陆大模型一大堆啊。那缅甸是这样因为缅甸在翁山书记之后，有一度就跟中国关系比较松嘛，他就导向亲美亲日嘛，可是后来翁山书记也发现缅甸的经济实在太依赖中国了，它的依赖程度是比澳大利亚还高39%。所以我记得翁山书记那时候首访就是中国大陆，后来米昂莱夺权了嘛米昂莱的首访是印度，中国是排第2他首访先去印度因为本来那个印度在殖民时代跟缅甸是同一个国家，他是把它并在一起的，英国啦那因为缅甸这样变来变去嘛，所以中缅经济走廊实际上跟中巴经济走廊几乎同时提出发展的非常慢。所以你说他要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比如说他也有那个皎漂港嘛，皎漂港跟巴基斯坦那个瓜达尔港实际上是同时提出来的。那中巴经济走廊现在盖成那样，但是中缅却都卡住了都卡住了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急这一块啦，这一块要投蛮多钱的。所以他要先。可是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北部的缅甸那边，几乎都是少数部落，米昂莱也不一定控制得住，所以他在国内也有一些问题啦，就他们有那么中央集权嘛，就这样好，介大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跟美国在未来10年甚至未来5年，那么谁能够这个胜出？关键是在 AI 的竞争。那 AI 事实上的话，照黄仁勋的讲法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 AI 不管在硬体还有在软体方面差距都已经越来越小了。那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很重要举措，也就是实际上是进了 NVIDIA 的芯片，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NVIDIA 的这个芯片，它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特别设计的这种特供的 H200，中国大陆到现在没有开放，而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因为就是说，如果让 H200进去以后啊，那么中国的市场啊，可能就会被 NVIDIA 把它占据很大的一个份额。那么中国市场被美国的产品占据以后啊，中国本土的这个 AI 晶片就会失去很大的市场，而且就失去了很大的收益。那未来的发展在资金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大陆等于是把这些高端的这些 AI 芯片的市场保护给了中国大陆本土厂商，而这个本土厂商呢，事实上就是以华为这个升腾910、920这个950这些芯片为基础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市场，除了把市场留给中国大陆本土的芯片以外来让中国大陆的芯片由市场来增加自己的怎么样资金，有足够的资金，再把它的这个精度再不断的精进。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其实 NVIDIA 它除了卖芯片以外，它还有一个底层的一个运算系统，就好像你今天手机你有 Android System， 你有那个iOS 各有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系统，这个所谓的平台系统。那其实在 AI 芯片上也同样是有这个情况。所以你如果用这个 NVIDIA 的话，你就要用它的 CUDA System。那 CUDA System 如果被大家都通以后，中国大陆的芯片它将来也要在 CUDA System 跑的话，就没有竞争力了，还是被美国的技术控制住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要让中国的，尤其像华为的这样 AI 芯片有自己发展的机会。那最近那个 DeepSeek 的 V4 就已经实验成功，在中国的华为的芯片上来运作，已经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芯片的AI 芯片的竞争已经逐渐赶上了。所以就走自己的路现在还真的走出一条路来了好，帅将军怎么看？觉得缅甸的问题是蛮严重的。基本上他上次被果敢三兄弟、克金邦这些都已经侵占了他很大一片土地，要不是中国出手来调停的话，敏昂莱的政权就很危险。但是他控制了仰光这一带比较附属的平原，因为北边都是山区，所以这个皎漂港能不能盖得成都有问题。那个当地也有不听话的，是，所以这个问题全世界大概没有哪个愿意去承认缅甸的，只有中国，因为中国急着要找一个出海口嘛，所以敏昂莱到北京还以国事访问的姿态来接待他，因为中国大陆丢不开这个手，要不然上次腊戌都被占了 ，NB 的彭家军把他交出来，所以敏昂莱他除了靠中国，他没有第二个靠山可以靠，西方国家是不会支持他的，中国也怕什么昂山素季再回来，他回来了会变亲美，所以这边敏昂莱唯一的功劳就是上次协助打诈，做了一点牺牲，这个黑钱不敢要了，对吧？中国就解决这个打诈的问题，因为大陆老百姓被骗的太多了。对，所以之前这个诈骗事情其实缅甸这部分就是主要的大本营。对，好，那这个当时中缅之间的交流就比较多。好，那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将军包含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晶片角力，您现在觉得中国大陆的超越性是不是已经在逐步的直追了？他是在追，但是的确还是有一段距离了。这个晶片这个东西，因为美国的掌握的高端的东西比较多嘛，但是赚钱的来讲，他不说成熟晶片中国大陆很多外销的军品里面很多，对高端晶片，他现在看华为吧，中国大陆已经投下不少资本了，所以这个状况还有一个是台积电的关键。